如果说中美之间存在着什么斗争的话，那也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看看中美两国的制度，到底哪一个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未来？谁能够基于和平发展的主线，更好的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今天的话题，我们说一说哈佛的学者认为中美不会冷战，用老一套对付中国根本没用。在特朗普执掌美国政府期间呢，他的副总统彭斯曾经在2018年做过一次令人极为诧异的冷战演讲。他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了。和1946年的丘吉尔铁幕演说之后苏联没有什么表示不同中国是坚决地驳斥了彭斯的说法。中国认为今天这个世界应当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美国方面试图单方面的挑起冷战，把世界再次推于危险之中，是不恰当也不负责任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想挑起冷战，中国不接招，看你美国还怎么往下玩。到了拜登政府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所谓的冷战博弈，成了全球关注的问题。拜登政府10个多月的执政历程也是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较量的过程。现在他们似乎也认识到了，只要中国不应战不接招，不管美国在哪里如何跳脚什么冷战热战那都是打不起来的。于是在11月8号，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表示，美国不谋求改变中国的体制，希望能和中国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美国方面暂时不打算用冷战思维和中国打交道了。实际上在美国的政治研究领域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早就认识到了冷战思维是根本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如果说中美之间存在着什么斗争的话，那也不是军事对抗，而是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看看中美两国的制度，到底哪一个能够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未来？谁能够基于和平发展的主线，更好的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如果把这个作为竞争模式的话，那么过去2年新冠疫情的应对已经充分表明中国精神、中国制度处在领先的位置。11月8号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约瑟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讨论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问题。他指出，冷战是一种2维化的竞争，而中美之间的竞争呢是3维化的。所谓2维，说的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在军事和意识形态这2个领域展开。2大集团一方面展开军备竞赛，一方面努力把自己的社会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尽量多的国家，试图按自己的模式来重塑世界。而今天的中国完全没有和美国在全球开展军事竞争或者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意图。中美之间的关系是2国之间的经济、军事和社会3个维度要加以考虑的。然而在这3个维度上，美国拿不出任何的办法来遏制或者是破坏中国。在经济层面，美中有着深厚的相互依存关系。2020年双方的贸易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这还是在美国极力的要和中国脱钩的情况下发生的。有更多的国家现在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在社会层面呢，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从留学、旅游到疫情防控，到气候变化，到科研合作，双方能轻易脱钩吗？文章的作者没有说到军事问题。很显然，中国不打算主动和美国开战，美国也休想打败中国。这位教授最后给美国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按照他的建议，美国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盟友联合起来，包括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等，这些盟友的实力加起来那要比中国强大得多，能够保证在竞争中压倒中国。他说的前半句的确是真相。今天的西方如果能够真正的能联合在一起，那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上肯定是要比中国更加强大。但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联合在一起，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和中国作对呢？中国只不过是寻求和平发展，和上述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努力的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并没有打算动用武力攻打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试图通过秘密行动颠覆哪个国家的政权。这些美国的盟国又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和中国作对呢？美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纠结盟友和中国展开全面对峙，结果好像也不怎么理想。如果北约盟国真的愿意响应美国的号召，
那么美英两国又何必要去走进什么阿库斯联盟呢？这充分的说明冷战思维已经与当今的时代是格格不入。即使是这位比较理智的学者，也没能给美国政府开出管用的药方。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秉持与人为善、合作共赢理念的中国文明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